生擒主帅是你唯一的脱身机会。这里可是在极北之地，岂能容你这小小的火鸡撒野？他的体型竟不在泰坦雪魔园之下，我可以带你走，带你离开日月帝国。我愿意。绝世唐门130集预告：霍雨浩带橘子离开日月帝国，雪地跳一支舞，让所有魂兽跪拜。20万年冰熊王登场。霍雨浩在发现日月帝国的军队后，便悄悄潜入军队中探查情况，却没想到被日月帝国主帅设置的陷阱抓住。霍雨浩现在唯一能够脱身的机会，就是生擒主帅。霍雨浩凭借强悍的实力抓住日月帝国主帅。负责守护主帅的火风斗罗发现有危险，立刻现身与霍雨浩大战。此刻霍雨浩体内的冰帝魂灵突然出现，与火风斗罗对抗。在两人的战斗中，可以看到冰帝对这位94级封号斗罗充满不屑，将这位火风斗罗称为小小火鸡，因为他们所在的位置是极北之地，对冰帝的实力有很大的增幅。而就在此时，霍雨浩终于看清主帅的相貌，霍雨浩直接就惊呆了，没想到这位主帅竟然是橘子学姐。橘子在认出霍雨浩后同样惊讶不已，他竟然主动成为霍雨浩的人质，让霍雨浩挟持自己逃出去。霍雨浩安全脱身后，他问橘子为何会投身于残酷的战争。橘子告诉霍雨浩，他的婚姻并非出于爱情，而是一场交易。他提醒霍雨浩不要在战场上与他为敌，因为他心太软，尤其对亲近的人下不了手。霍雨浩无法理解为什么橘子明知战争的残酷，还要将这份痛苦带给更多的人。橘子情绪激动，向霍雨浩诉说当年星罗帝国杀害他的父亲，让他家破人亡，他活着的意义就是复仇，谁能帮他实现复仇，谁就是他的恩人。霍雨浩却表示要带橘子离开日月帝国，去开始新的生活。霍雨浩将橘子拥入怀中，橘子低声问他是否曾经喜欢过自己。霍雨浩缓缓点头承认。橘子轻声请求一个告别之吻，他主动吻向霍雨浩，随后霍雨浩便失去了知觉，昏睡过去。橘子趁机取走了霍雨浩的种子。当霍雨浩醒来后，橘子已经消失不见。霍雨浩继续前行，进入极北之地的核心地带，凭借模拟冰帝气息避开多数魂兽。随后雪地凌空跳起冰天雪女舞，舞蹈引动了整个极北之地的冰雪原力，天地为之色变。这支舞蹈如同君王的召唤，很快成千上万的极北之地魂兽从四面八方涌来，他们怀着无比的敬畏与亢奋，在雪地1000米之外匍匐下来，形成一个巨大的朝拜圈。连10万年修为的巨型冰熊也匍匐适中，展露出雪地作为极北之地主宰的无上威严。其中雪地昔日的宠物修为20多万年的凶兽冰熊王小白亲昵上前，如同孩子般向雪地撒娇。紧接着极北3大天王之一的泰坦雪魔王也率领族群到来，对雪地无比恭敬。霍雨浩目睹此景，既震撼于雪地的统治力，又怀念昔日如女儿般的雪女，心中泛起淡淡怅惘。